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enson。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封建制都讲忠诚。说到封建制，大家第一想法是不是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？因为众所周知，秦始皇统一了天下的同时，也创建了郡县制，终结了分封制。但是大家在读那时候的故事时，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，就是那时候的人好像普遍很讲忠诚和信誉，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，是经常可以不动声色地砍下自己的头颅。故事往往是今天你怀疑了我的名誉，明天我的家仆就把我的头送到了你府上，和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，仿佛动不动就自裁已成名节，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情。那信誉这个事情在那时候的人心中要比性命重要得多。后来的《权力与游戏》这部剧热播，我发现里面也是隐含着这样一种价值观的，就是骑士的名誉是比生命要重要得多的。骑士对领主的效忠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讲到这里，大家会不会很好奇，为什么相隔如此之远，文化背景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文明，在相似的封建制下却产生了相同的一种价值观？这是一种巧合的孤立，还是说有可能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中是普遍存在的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那首先，各大文明的封建制一般总结下来有这么几个共同特点。一是中央权力中心把土地分给领主，以换取领主对中央权力的效忠。由于古代对土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权等划分并不细致，因此相当于把土地上的人口管理、税收、司法权力等全部都交给了领主，由领主对中央权力效忠并尽军事义务，也就是保护中央权力。二是地方自治且贵族世袭，地方拥有司法、征税和征兵的权利。换句话来说，就是地方上的日常纠纷、经济生产和军事打仗都是由地方领主说了算的，而且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贵族都是世袭的。三是等级分明，那这种社会普遍存在一种等级体系，就比如君主下面是领主，领主下面是骑士，骑士下面是农民这样。并且这种等级关系靠一些非法律的手段维系，比如依赖于血统、誓言、礼制、宗教等等，出身与身份高度影响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。那么符合这些特点的文明具体都有哪些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中国的封建制是出现在约公元前11世纪，也就是西周时期，一直到约公元前3世纪春秋战国时期结束，呈现出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的体系。核心机制是周天子把土地和诸侯爵位分给宗室与功臣，诸侯对天子有宗法与军事义务，包括朝贡、盟约和出兵。土地与爵位带有世袭性，依靠礼制与宗法规范秩序。历史表现形式就是天子根据家族血缘为核心的宗法等级来分诸侯，诸侯各自管理自己封国的军事、经济和人口，农民附在诸侯国内某个氏族和贵族体系之下，给他种地纳贡。那天子和诸侯均为世袭制，整个社会依靠以礼制和祭祀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来维系统治合法性。欧洲的封建制呢，出现在西欧的中世纪，大致在10到13世纪。这是从5世纪西罗马崩溃后开始逐步形成的，约10世纪成型，呈现出国王、领主、骑士的体系。核心机制是领主将土地授予臣属，臣属以军事服务、陪伴法庭或提供税收来回报。封臣的权利和义务通过被领主封谥与封赐确立，封地常带司法与税收权。历史表现形式就是国王将土地授予地方领主来换取军事保护，地方领主在司法、征兵和征税上拥有高度自治权，农奴是直接绑定在领地内的庄园上，人身和土地都被领主控制，国王、领主和骑士阶层均为世袭制，统治的合法性依靠契约盟誓确定。日本的封建制是出现在约12到19世纪，在平安末期，武士阶层崛起，建立了镰仓幕府，而后到江户时期长期呈现将军、领主、家臣体系。核心机制是将军分领地给领主，
领主及其麾下的家臣以军事服务与忠诚为回报，地权与行政权结合，农民受领主支配并纳税或服役。历史表现形式就是幕府将军将领地授予大名，大名对领地有实际统治权，主要是税收和司法。农民依附于大名麾下的庄园，纳米并承担徭役。将军依靠幕藩体制下的参勤交代制来控制大名，统治合法性依靠文化礼法与严格的等级秩序来保证。总的来说，封建制的核心就是中央政府依靠让渡土地及土地范围内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权力，来获取这片土地的统治者来效忠自己。那么除了以上3种典型的封建制，还有一些文明的封建制产生了一定的变体，属于类封建制，主要是他们或多或少在土地处理、是否世袭和社会等级这3个核心特点方面都有所变化。以后有机会我会再做视频和大家分享，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先不发散。那么我们比较了3个不同文明的封建制后，回到我们的问题，虽然不同文明产生的封建制都各有特色，略有不同之处，但是为什么都有一个很重视信誉的特点呢？那一般比较合理的解释认为，这是因为缺乏强大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有意识的意识形态塑造。众所周知，人类社会是由大量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构成的，比如大家需要相互买卖商品、提供服务、进行交流等等。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依赖长期关系的建立。由于在封建制社会中，当国家能力不足以维持强大的政治制度，那人们就需要解决3个问题：谁是可信的交互主体？谁有权利来维持公平的交互？以及违约如何惩罚？比如要在一个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、官僚系统和法律的社会中，农民要用大米来换取渔民的鱼，那这3个问题就等同于哪些农民和渔民是可信任的，谁来确保这个交易市场的公平，以及交易违约应该怎么处罚违约方。如果国家能建立很强大的政治制度时，比如有一个强大的官僚系统、法律执行能力和税收能力，那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国家机器来解决。但是在国家能力弱的时候，社会就会退到依靠声望、信誉这种非正式的制度来解决问题。虽然社会中也存在欺诈和背蒙，但是国家也会通过主动塑造信誉文化的意识形态来降低治理成本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，在欧洲典型的体系就是贵族荣誉、骑士精神和忠诚关系。如果一个贵族失去信誉，其他人就不会再与他结盟，他在政治上也会被孤立。而在中国，西周到战国早期的典型体系就是礼义信，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，也是社会秩序规则。诸侯之间要讲信义，贵族遵守礼仪等级，家族承担信誉责任。如果一个人失信，他的家族名声就会受损，也无法再参与任何政治联盟。日本的情况也是如此。那信誉就在事实上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资产，成为了用来维护人与人之间长期关系的基础。那讲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忠臣在封建制运行的逻辑和其重要性。各大文明在封建制时期都广泛的使用荣誉、忠诚、诚信这种体系，这就不是巧合，而是由其内在的社会需要所决定的。那么你还有哪些有趣的想法或主题想要了解？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，我以后会再做视频给大家分享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。